男人绝望跳江自杀。入殓时，妻子却没流一滴眼泪，儿子突然冲出来对他又打又骂。女人怎么也想不通，丈夫刚刚升了车间主任，单位又新分配了大房子，明明好日子才刚刚开始，他却为何一声不响的就走上了绝路。女人叫李宝莉，虽然是城里人，长得又漂亮，但是却没什么文化。搬新家那天，她看不惯搬家工人坐地起价，于是扯着嗓子跟他们吵了起来。而她的丈夫老马明明在楼上看到了妻子被他们欺负，却仍旧懦弱地缩回脑袋，假装没看见。事后，老马还唱起白脸，又陪笑又发烟。宝莉冲出来喊道：“那是我，刚才在那边坐地涨价你送的，现在你跑出来发言，你当时厂里搞招待啊？上得贱！”这一顿数落不仅让老马在外人面前颜面扫尽，还让他在儿子的心中丢了形象。因为这件事，他一个堂堂国企主任却被一个搬家工人瞧不起。你被这样的个女人遭一辈子，你真的是蛮遭业。晚饭时，儿子开了瓶汽水，宝莉也举起酒杯要庆祝今天入住新家。可老马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。想到搬家工人说的那些话和结婚这么多年来妻子的管教，老马积压在心底的愤怒爆发了。李宝莉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自此之后，老马就把被褥搬进了客厅，下班后也是半夜才回家，不是借口加班，就是到夜市喝酒。时间一长，宝莉也意识到老马没有开玩笑。隔天，她找来闺蜜倾诉夫妻感情遇到了危机。在闺蜜的劝导下，宝莉开始想要挽留这段婚姻。她把老马的被褥搬进卧室，每天给他留饭到很晚。为了展现诚心，她还要给老马洗脚。可老马就是不肯原谅她，因为此时的老马已经不需要也接纳不进去宝莉的安慰了。他在厂里大小是个领导，身边还有位漂亮的女员工一直对他有意思，每天工作时眉来眼去，下班后也一起喝酒聊天。每当老马面对周芬温柔崇拜的眼神时，他那种在家里得不到的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。这天，老马刚刚进场，迎面走来的周芬对老马说道：“马主任，生日快乐！”正是这一句生日快乐打开了彼此二人的心门。当天下午，老马一反常态给宝莉打了一通电话，说今天晚上要陪领导吃饭，会晚些回家。宝莉又不傻，仔细一想便知道这是老马的此地无银，于是他跟摊主老板请了个假，亲自跑去老马单位门口，看他到底是陪哪位领导吃饭。下班时间一到，老马就骑上车子急匆匆地走了。宝莉一路小跑跟踪他，在一个水果摊的位置，他看见老马正给一个年轻女人买着苹果。宝莉天真的以为这只是巧合，可接下来她悄悄跟在两人身后，发现两人根本没有去什么饭店，而是进了一家胡同里的旅馆。眼前这一幕犹如晴天霹雳，宝莉顿时间瘫软在地上。但依她的性格，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宝莉编了个故事，在前台那里骗来两人的房间号，可刚到房间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令人作呕的声音。宝莉愤怒地举起灭火器，可刚要砸上去的时候，楼道里一个孩子叫妈妈的声音让她瞬时间冷静了下来。她想到这个家不能散，孩子不能没有妈。从旅馆出来，她想到一个两全的办法。宝莉拨通了110报警电话。我要举报，桃云宾馆20楼房间有人在。警察开过去的一瞬间，宝莉眼角的泪水黯然落下。他们这个家再也回不去从前的样子了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老马主任的头衔被撤，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。为了家庭，宝莉佯装大度地把他接回了家，这让本就饱受压迫的老马变得更加唯唯诺诺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在宝莉的强势下，被压的话不敢说，大气不敢喘。这天，宝莉的闺蜜来家里吃饭，在饭桌上，即使老马一声不吭，宝莉仍旧对他冷嘲热讽，根本不顾及他的脸面问题。有些话说的连闺蜜听了都觉得尴尬，最后竟要靠8岁的儿子挽回一丝尊严。宝宝，走，去玩吧。父子俩走后，闺蜜又跟宝莉谈起了一堆大道理，说至少老马还是跟你回家了。可宝莉根本领悟不到，这一切都是自己太强势换来的结果。我老娘过世的时候，他模样跪在那里，保证一辈子好好照顾我的。可凭我的长相，追我的人不少，你也晓得。我选他个相人是他的福气。也正是宝莉这样扭曲的婚姻观，才导致了她往后悲惨的人生。隔天，宝莉听人说建哥被抓进监狱了。建哥是宝莉所在那片商铺的一把，但他从来不欺负宝莉，因为自从宝莉来到了这个市场，建哥就暗恋起了她。这天下班回家，宝莉看见老马没打招呼就把乡下的婆婆接了过来，于是乎
随着婆婆的贸然到来，这个家里再次沸腾。面对宝莉的责骂，老马也不敢说啥，因为他怕自己的丑事被老妈知道。虽然宝莉嘴上吵着老马，但她还是亲手给婆婆铺上了床铺。长时间来的忍气吞声，压得老马喘不过气来。第二天，本该上班的他却调转了车头。他约周芬吃了顿饭，向周芬表白想再续前缘，但周芬明显对他一个工人失去了兴趣。老马灰头土脸的来到单位，还没等停好车子，领导就找了过来，说他受丑闻影响，登上了厂里的裁员名单。顿时间，老马脑中一片空白。身为一个男人，回到家里育不得儿子，压不住媳妇，养不了老妈，出门在外又丢了工作，没了爱情，老马像行尸走肉一般离开了厂区。那天，老马没有回家，单位领导找到宝莉，把他带到派出所。宝莉还以为老马又犯了老问题，但民警却说老马跳江自杀了。说完还拿出了一封遗书，宝莉颤抖地接过来，上面只有简单的几句话：跟老娘道歉，托付他照顾儿子，跟儿子道歉，嘱咐他好好学习。但是对宝莉，老马只字不提，这是他惩罚宝莉最残忍的方式，不打不骂，不对质不解释，完全视而不见，就连死后的遗书都没他半点位置。入殓时，白发送黑发的老娘哭得很绝望，儿子也冲出来朝他大喊。心情平复之后，宝莉喊儿子去他房间里睡，让奶奶单独住一个屋子。我跟奶奶住。再翻，再翻，再翻！莫再吼俺了，学我让你吼得跳了江，外面你让我们一个跳啊！奶奶并不知道，她随口说的这么一句话，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妈妈的种子。家里的男人一死，这个家就没有了主要经济来源，光靠宝莉打工卖袜子的收入根本不够养活一家老小。为了不让这个家散掉，为了能给儿子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宝莉把工作辞了，用一副扁担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她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差的上交给婆婆，用来做他们老小的日常开支。但宝莉这种不会表达又直来直去的爱，却始终敲不开儿子的心门。当宝莉说要把老马的遗像收起来时，婆婆还没说话，儿子先暴怒了。你摸啥？时间一晃，10年过去了，宝莉从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变成了佝偻邋遢的中年妇女。某天，她在路边吃饭时巧遇了刚出来的健哥，两人的再次相遇没有过多的客套，寥寥几句话，朴实真挚，真正是你懂我的苦，我懂你不易。健哥对宝莉还有着爱慕之心，他问宝莉为何做起了扁担，宝莉对此只是轻描淡写了过去。这10年来，他靠着一副扁担，供出了每次都能考第1名的儿子。在同事面前，儿子成了他的骄傲，但这中间有多心酸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这么些年，儿子从没对宝莉有过一次笑脸，就连宝莉的关心，到他这也只会换来抱怨。从小到大，你去作业做完了吗？作业做完了吗？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呀？刚被儿子数落一顿，婆婆就叫来宝莉，说知道她守了10年不容易，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如果啥时候想再找了，要提前把老马留下的这所房子过户给孙子。还有，过几天孙子要高考，她怕宝莉在家会影响孙子的心情，想让他找地方搬出去住几天。考虑到这关乎到儿子的未来，宝莉妥协了。但她一个女人哪里能有去的地方？犹豫再三，她登上了健哥的家门，两个苦了半生的人凑合着过到了一起。谁知高考的前一天，婆婆生病住进了医院，儿子过来找宝莉帮忙时，正巧看到了这样的一幕。不要脸！健哥可不惯着他，把他按在地上教育了一顿。宝莉怕儿子受到伤害，情急之下砸了健哥的头。健哥的兄弟听到动静，拿着家伙围上来。宝莉用自己的身体护在儿子前面，求健哥不要伤害他的儿子。最后健哥没跟一个孩子计较，妈妈为家守了10年，迫不得已跟了健哥。儿子觉得这是下贱，可老马当年犯了错，儿子却认为那是爱情。这么扭曲的人生观，其实都是婆婆这10年来对孙子的仇恨式教育。高考成绩公布，儿子考了一个状元。那一天，儿子破天荒地把宝莉叫回家吃饭，宝莉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。刚想开酒庆祝的时候，儿子劲爆来了老马的遗像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后，对宝莉说出了这样的几句话：我跟你换了一杯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妈妈，都是你害得我4年没得爸爸，我再也不要你管。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，你搬出去，进来住。是不好，你可以去找你那个没得那个能力。听到这些话，宝莉的内心一瞬间万念俱灰，没想到自己辛苦10年，到头来竟换来这样的结果。第二天，宝莉把儿子叫上天台，她一个耳光打上去，痛斥儿子没有良心。我当你还是小娃，不懂事。昨天的话，我当你没说过。我们是亲母子，是上最亲的关系，你莫再要伤我了。儿子听完掏出一张相片，
当保利看见周芬的照片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说就是这个人把他们一家搞垮了。可儿子根本不这样认为，他去找过周芬，在周芬的口中，是爸爸得知当初在旅馆报案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时，一时间接受不了现实，所以选择了跳江自杀。在儿子的心里，是妈妈活生生的逼死了爸爸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妈妈那样做纯粹是为了能让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呀。那些陈年往事，保利不想去解释，她的心已经绝望了。她佝偻着背，一颤一颤地走在丈夫离世的桥上，她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年轻人过来喊她，想让她帮忙拍张照片。看着年轻人一张张阳光灿烂的笑脸，保利突然又想到了自己的孩子。正是因为自己失败的婚姻，导致儿子从小就失去了那些同龄人应有的快乐，从来没有烟花，没有同伴，没有聚会，没有祝福，只有一个没有父亲的家。保利孤独地在江边坐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她想通了，保利回家找出房产证交给婆婆，她决定搬出这个家，成全自己，也成全她最爱的儿子。保利装进去的最后一件东西，是她和老马的结婚照。挑着扁担，保利走出了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家。门外是建哥在等她，他接过保利扛了10年的扁担，从此也拿起了保利以后的生活。电影就此结束，中了万箭穿心的命，也要抱着万丈光芒的心。这是影片中李宝莉的一句台词：谁的心不曾柔软过？谁又他妈没被生活欺负过？哪怕被生活虐了千百遍，也要照样努力地扛下去。这不就是人生吗？